50岁的周慧燕是1990年代初国家武术团队的代表之一。凭借一身武艺，她20岁开始就出征不少国际大赛。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比赛是1991年，是东南亚运动会，那也是武术第一次正式入围东南亚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在菲律宾马尼拉。我那时候参加了3个项目，得了2个铜牌，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1993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在新加坡主办，我呢是很幸运的得了2个金牌。I'm Vera. I'm 23 years old this year. I'm a Year 4 student currently studying at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and my course is Business Management. I'm also a national Wushu athlete. My main discipline for Wushu is太极拳 and 太极剑。陈燕宁自2012年在青年武术锦标赛大放异彩后，就成了太极项目的重点选手。This is a very impressive Tai Chi Chuan performance. I went on to compete in the 2015 SEA Games and I got my first Tai Chi Chuan gold medal in 2015 also. 我17岁开始参加接触武术，那是在华中初级学院。武术在当时，在我开始训练的时候，还是属于是跟会馆、跟那些警示团有关联。而且练习的人都是非常年长的，练习的也是传统套路。那父母都不会说把小孩子，尤其是孩子小，送入那些武术学校去参加武术，都怕他们受伤嘛，怕他们刀枪剑棍啊割到了怎么办，对不对？当初那是93年，我们一起去参加新加坡的主办的那个冬运会，参赛的还有翁清海、陈淑贞、陈耀全、郭顺达。还有陈美美，我们那一批得到了7金6银5铜。那个时候，大家对武术的观念开始改观。接下来，武术总会也很积极的把武术推进了那个学校的课外活动。教育部在2004年把武术正式列为学校的课外活动。武术总会也透过校际比赛等方式，挖掘更多后起之秀。燕宁就是其中一人。I started Wushu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So when I was younger, I actually tried many different CCAs, from music to dance to Wei Qi. Wushu was one of them. I didn't really have much expectations of myself. But 1 year after I actually joined the sport, I went to represent my school and competed in the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And I actually won like 3 medals. So I think from then, like the coaches from the national team actually scouted those medalists and then they put me into the national team. It was really intimidating when I first entered the national team because a lot of them were very seasoned athletes. I actually also just changed to Tai Chi Chuan then. So when I was looking at all my seniors doing Tai Chi Chuan, I was like, when am I going to reach that standard, you know? I think I'm just a very competitive person in nature. However, like I don't really show or get affected. I don't show my emotions that much. So like, although I'm intimidated, I still put on a strong front. So I just train my hardest. 同燕宁一起接受国家队训练的，还有今年18岁的蔡欣婷。欣婷是9岁开始习武，同一年就入选国家武术少年队。我练的是长拳、剑术还有枪术，我专长的是枪术。刚开始的时候是朋友介绍，然后就其实尝试了几堂训练课，练了几次之后就开始感兴趣。我那年在年底的时候比了我们全国武术锦标赛，然后也拿了女子竞赛第1套枪术的第1名。
辛婷发挥她的爆发力，出赛爆捷。武术练习一直是男女混搭进行的，激发了女性运动员的好胜心。Strength-wise and endurance-wise, I think women actually lose out to the me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nd for myself, I'm actually trying to increase my strength and endurance so that I can match up to the guys. 其实武术是非常，怎么说呢，开放的运动项目。我们打的套路就能体现我们自己的风格，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优点。我觉得代表新加坡是我的荣幸，然后我是想代表新加坡站到更高的领奖台上，发挥我的潜能。慧燕习武将近10年，几乎把所有时间奉献给了武术。直到1997年东南亚运动会结束后，她毅然选择退役。我觉得在竞技生涯上面，光那个一个运动员在最高峰期，也就是大概是24、25岁，那时候我已经27岁，我觉得我是该时候换一下环境，换一个爱好，或者是换一个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从小呢，其实也很喜欢广播，也参加过少儿组，接触过演艺事业。所以我那时候很幸运的经朋友介绍进入了那个电视台，当了几年的兼职新闻播报员。涉嫌谋杀一名中央速读局人员的24岁女青年。所以这2年我就是完全不涉及武术。大家好，今天我们还照常先基本功，然后跳跃，之后呢。周慧燕在退役2年后，决定投入到武术教学。她和中国籍丈夫薛新福在2003年创办武术学院。不过，慧燕并没有放弃正职。她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区域财务总监。工作之余，慧燕兼任武术教练。97年的运动会是我最后一个运动会，冬运会过后我就退役了。除了运动之外，我觉得还应该再晋升一些其他的知识方面。那2年之后呢，我也有回去看看我的老师，回华出看看那个教练，看看学生一些学弟学妹。那有几次看看他们，然后教练就让我说，哎，也不然一起去练一练，可以踢腿。那也就是那时候，我就说好吧，再试试看，然后去踢腿，做运动。哎，想到2年没有动武术，结果还可以踢腿，踢得很高，可以动到头。人就是矛盾的。停了2年过后，再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哎，我的热忱原来还是在武术，我还是对武术充满了那个爱好跟新奇。创办了武术园，开始教学过后，我给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兴趣。原来教学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因为学得不好，他觉得很自卑，很气馁，但是他在学习武术当中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自信心，能够自发的去训练，对生活有个目标，这个当教练的就是最欣慰的。老麦，快，跺腿也要快啊！来，快，武术学院的主要业务由丈夫新福打理。新福曾经是中国北京武术队的主教练。他和慧燕在1995年因为武术结缘，谈了长达9年的远程恋爱后，决定结婚。而为了能彼此相守，新福选择了新加坡为家。其实也是爱情的力量嘛，是吧？走到这一步了，你必须得有一个人取舍，所以我当时呢就下了决心说，还是我过去吧。
这样呢，对于你来讲呢，工作上、事业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和变化。其实，我很感动的啊，就是他后来决定说放下中国的一切，到新加坡重新开始，因为他当时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对他来讲，他的牺牲是很大。好吗 ？OK。慧燕和新福有个女儿薛艺欣，也跟着他们习武。上大步。艺欣虽然才10岁，但已经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可能有基因了，4、5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各个地方去教课，有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玩，然后就看看武术，多少呢，对他现在的成长会有一些帮助。再有呢，就是他对武术的领会，其实是非常强的。当然希望他能够有所为，我也希望以后他能够成为一个冠军，但是我希望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这个冠军。武术班也有一班妈妈级学员。他们的背景大不相同，但大部分没有武术基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陪着我的小儿子一起练习武术。那学着学着，其实自己反而喜欢上了武术。在43岁的时候开始吧，已经算是一个很迟的初学者。周教练跟薛教练，他们不会说哦，这个人他们的体质不够啊，还是什么，他们就不会，反正你有心去学，他们都会帮助而且指导。陈燕宁和蔡欣婷这天也来武术学院拜见师姐。你们来了，赵老师好，你好，欣婷跟燕宁，你好。慧燕原本就活跃武术圈子，对现役运动员一点并不陌生。3人难得齐聚一堂，当然少不了切磋武艺。好久不见了，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或者我可不可以帮你们的？就前几个星期吧，然后我们国家队这人就给我们看了以前比赛的视频，哇，那个差别是挺大的。对，以前套路还有现在可能有什么不同呢？对对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其实我看了很多近期的比赛，打的都是难度更高、更快，对吧？还有更美。但以前没有这些难度动作，以前走的是技巧，所以就是基本动作为主。所以基本功、正踢腿、外摆点、外摆跟礼盒都要做得非常正啊，拳啊、掌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然后其他就是演练，可以演练是很重要。现在走的是难度，跟这里面不大一样。太极拳呢？以前好像是主要的是练基本功，就是练陈阳五武孙的套路，那五大传统对传统的项目。然后现在我们自选套路就是结合陈阳五武孙的动作来编排套路，然后加上难度就和音乐，就还有音乐啊，对对。那以前他们没有加上音乐，都没有音乐。那你觉得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自选度，然后自己自编对吗？自编那个套路，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更多主动性？对，现在我们可以加上自己的风格来打套路，因为以前练规定套路的时候，就是主要是练基本功，然后不能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也不错哈，就是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编排。上场比赛前应该会很紧张，对吗？那你有什么 competition ritual？ 我属于是比较要有自己的一个自我时间，我会把我的衣服、鞋、器械这些确保这些东西都是跟我在一起，我不会把它离开，不会把它放在一边，因为拿住了就是一个安全感嘛，就是知道哦，我这些会跟着我上场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上场前就会不会跟别人说话，然后教练也会在我旁边告诉我自己要站桩，闭着眼睛画套路。但是我觉得那个会让我
比较紧张，有压力。其实我跟叶宁也是一样的，我会觉得那个压力更大，更紧张。对，因为就真的好像变成了一个比赛状态一样。如果你更放松的话，就跟每天训练一样，就跟往常一样。对，跟你队友一起聊天，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还要睡觉。你看他们太极拳国际赛，你看很精彩的。家是避风港。慧燕搬离父母的家之后，即使再忙碌，还是经常会相约家人吃个饭。慧燕是家里的幺女，她还有一位兄长。父母眼中的这个小女儿，自小就胆识过人。那时候他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在华初练这个武术。有一次回来哈，哇，两只脚啊，他可能是弹跳的关系啊，两只脚两只脚拐到，并且一双腿啊，肿得好像 elephant leg，so big，you know， 哎呦 ，really 你看了都会吓坏。是。所以那时候我就不赞成，他说不要再练了啦，练什么武术，女孩子。我知道他们很心疼我。但是他们没有说很极力的说要反对，那我知道我妈是不高兴的，因为哪个父母会看到自己的子女那个受伤，然后接下来还不知道可不可以走路。后来不知不觉他进入国家队，我才知道，起初我还不知道他进入国家队。那时候是在那个冬运会上，他不是拿过2个金1个银。非常高兴，非常骄傲。孩子有这种很好的表现，当然是很宽慰，为国家是争光，这一点贡献也是非常好的啊，很难得。历经磨练，让慧燕的人生变得更充实。过往的经验也成就了今日的她。我想武术给了我正能量。第一天是拿了银牌。第一天拿了个银牌，然后总共有4个金牌。还有锻炼了我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心智。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这一路来都遇到很多贵人，很多恩师。陈燕宁自10岁习武后，沉潜自律就成了她必修的一门课。So I train about 6 times a week. Every day since like 10 years ago. In the past, I don't get a lot of time with my friends, so like they every time have gathering and then like sometimes they won't even bother inviting me because they know I'm not free, which is quite sad. And also one of the sacrifices that I made, one of the biggest sacrifices that I made is that I don't get to spend a lot of family time. So like a lot of people, 7 something, they will have dinner with their family, and usually I don't get that luxury lah. 庆幸的是，父母一直都谅解和支持他，也成为他坚持下去的动力。I think they saw that I really liked it. I have a passion for the sport, and also because I was doing pretty well in the sport. It wasn't something that I was just doing and not being serious about it. They actually encouraged me to spend more time in wushu, like if I like it. 燕宁的运动员生涯看似顺遂，陆续参赛都有收获，但顶着光环，他难免要付出一些代价。I started earning medals when I was very young. I think 2 years into the national team, I already earned my first medal. So it was really stressful for me because everybody will be like, "Oh, you are the previous gold medalist. This year you also get gold, right?" So it's like, for us athletes, this pressure is very intimidating. So this stress has been carried with me for many years, and
And there was one period where I couldn't perform well in many games because of this stress. I cried a lot last time, but now I learned that winning is not everything. I have no regrets being in this sport and investing so much in this sport. I wouldn't know what kind of person I would have been if not for Wushu. And I really like this version of myself, so yeah, for me there's no regrets. My favorite plant is the cactus because it is a symbol of endurance and resilience. I would like to be like a cactus, so I want to be able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also be able to be independent and survive even in difficult times. 我会选蝴蝶兰，兰花其实不容易种，因为它要在一个特别的一个环境底下生长。当它生长的时候，通常那个花朵才那么几叶，但是一开就是开得非常灿烂。我希望我的生命也像蝴蝶兰一样，开得美丽，开得灿烂。